其实一般我不太怎么在这个频道上用中文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听话的，所以上次收到一个，到现在都不知道卡曼蒂中文是什么。收到一个留言，no， 有人问我能不能再录一个中文的视频，所以我现在就录了，好吗？但是估计又是要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没有什么话题。但是这样子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看 ASMR 视频的时候，有人会讲故事，讲来讲去，突然觉得非常有意思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所以越无聊越好吧，是不是？那应该讲什么呢？今天在学校待了一天，一直在努力的学习，然后学了几个小时以后，就觉得有点要睡着了，所以就打算休息一会儿，读一会儿书。最近在读英文叫的 Midnight Library， 上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了一下，然后读了10几分钟以后，到了一个非常伤心的地方，然后就特别想哭了，还是比较尴尬的，因为我在图书馆里面，边上也有好几个人，所以说真的不能哭啊，一哭就是觉得到底那个人有什么问题啊，所以就赶快把那个书放起来，不能读了，真的不能读了。但是除了特别伤心以外，那个书还是挺好的，挺有意思的一本书。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翻译，有可能有吧，因为还是比较不知道有名是不是对的词，比较受欢迎的一本书。它还有汉语版的，所以我估计应该有中文版的吧。其实今天还想读一点中文书的，就是我小时候有2本，就是小孩的书，有成语的，还有语言的，所以本来想读那些书的，但是找不到了。几个月前还看到的，但是现在就完全消失了，不知道在哪了。上次讨论过要提高我的中文水平，所以应该学一些成语吧，那样子显得水平高一点吧，不知道。但是我连字都读不了，学什么成语？其实我哥哥经常怎么说呢？经常嘲笑我，说我不识字，但是我还是不会读几个字。有可能像3岁小孩的水平吧，差不多。非常简单的词可以读，但是不常见的词有的时候就很困难了。但是还好中文可以看，就是偏旁，就是怎么组成的和发音也有一点联系吧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猜还是能猜出来的。
查是能查出来的，但是太费劲了。还好里面有拼音，只要有拼音什么都可以读。但是有拼音也不太好，因为有的时候就光看拼音读了就不太什么，所以最好试试不要看拼音。好吧，开始吧。一天夜晚，一个小猴子在井边玩耍，看到井里有个月亮，就大声叫起来：糟了，糟了，月亮掉在井里了！猴子们跑到井边，都像小猴子一样叫了起来。老猴子一声号令，快把月亮捞出来！平静下来，变到挂在井旁的大槐树上。什么是大槐树啊？不知道。这个吧。大槐树上拉住大猴子的脚，大猴子也倒挂着，拉住另一个猴子的脚，这样一个连一个，一直连到井里边，捞来捞去，半天也捞不着。老猴子猛一抬头，看见月亮还在天上，就说：不用捞了，月亮还在天上。如果读错的话，好吧，下一个还有什么故事啊？这个故事叫虎争高下。一天，嘴巴、鼻子、眼睛、眉毛争论起来。嘴对鼻子说：你有什么能力？请位居我的上边。就在上面的意思吧。鼻子说：我能辨别香臭，然后你才知道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。可是眼睛凭什么摆在我的上边呢？眼睛说：我能察看四方，辨认美丑，功劳很大，当然要摆在你上边。可是眉毛有什么资格位居我上边呢？眉毛笑笑说：我不想跟各位争什么高低，但如把我摆在鼻子下边，你们想想这张脸会什么样呢？看一下画图，长得有点像我。OK， 好吧，这个寓言告诉人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，无 something 人的作用。什么别人的作用？是不是意思忽略别人的作用？当然不是那个字，无什么？能不能给我补一下？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。哦，好吧，下个故事叫宝藏 treasure。 一位老农在去世前对3个儿子说：你们一定不要卖掉祖宗留下的田地。为什么读得那么慢啊？你们不要卖掉祖宗留下的田地，田里埋着宝藏，虽然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宝
藏是不是就是种菜种得很好啊？没有宝藏吧？虽然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但只要你们不怕辛苦，就一定能把宝藏找到。父亲去世后，3个儿子都不再偷懒，他们年年翻掘耕地，庄稼也连年获得丰收，可就是没有找到宝藏。一天，3兄弟正在田里干活，小弟忽然对2个哥哥说：“我想明白了，父亲说的宝藏就是劳动，劳动才是真正的宝藏。”这个寓言告诉人们，劳动能什么什么一切，劳动是真正的财富。为什么我能读财富，但是不能读那2个字？第2个字好像看起来有点面熟，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，读不出来。哎呀，家里朋友好像看不见。OK， 父亲跟他3个儿子。好吧，这个故事叫《农妇和蛇》。春天，一条蛇换上了新皮，好可爱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蛇，觉得它们就是眼睛特别可爱，就是像黑珍珠一样的。好像话题都变了，赶快读吧。来到农妇面前说：“亲爱的邻居，咱们交个朋友吧。你瞧，入春以来我就换上这一身漂亮的新衣服了。现在你不用担心我会伤害你了。”农妇笑了笑说：“不错，你已经换上了新皮，可是你的心却依旧是恶毒的呀。”蛇太伤心了。农妇没有上当，把蛇打跑了。我还以为等会儿要说把蛇打死了，还好只是打跑了。这个寓言告诉人们，对那种不 something 变不识字呀，这个故事的收获都收不到，好吧？什么外表的坏人一定要提高什么东西？应该是提高警惕的意思吧，但是写的不是警惕，免得上当。读给大家看看，这种感觉。下个故事，我对这幅画还有一点印象，就是小时候妈妈给我读的时候，看到这个青蛙，其实还是挺吓人的。好吧，青蛙看见身旁正在吃草的牛肚子那么大，就想和牛比一比肚子。它很近憋口气，鼓起肚子向同伴问道：“我的肚子有牛的大吗？”另一只青蛙摇摇头说：“不，差得远了，差得远离。”青蛙又憋足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
你再看看，现在怎样？”同伴又看一眼，说：“我看和先前一样。”青蛙一次次用劲憋气鼓肚子，可是总也赶不上牛的肚子大。最后一次用力太猛，啪的一声把肚子鼓破了。这个故事好残忍啊，好可怕。这个寓言告诉人们，读不了，不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比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是最什么什么的，是最什么的？不知道。就不要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嘛。看见了吗？好吧，最后一个了。这个故事叫掩耳盗铃。掩耳盗铃。从前有个人见别人家门上挂着一只好看的铃，就想把它偷来。他心里明白，手一捧铃，铃就会响，他就会被抓住。他灵机一动，想了个办法。铃响是被耳朵听见的，如果把自己耳朵堵上，不就听不见铃声了吗？他暗暗地依自己的主意搞，就捂上自己的耳朵去偷人家的铃，还没等把铃摘下，就被人抓住了。笨蛋！这个寓言告诉人们，欺骗自己欺骗不了别人，所以不能自欺欺人。自欺欺人。这位朋友好傻，这个好奇怪。一毛不拔，一只猴子死了，见到阎王，请求来世变人。阎王说：“你既然想做人，就必须把身上的毛全部拔掉。”说完，就让夜叉上前拔猴毛。夜叉刚拔掉一根毛，猴子就忍不住疼痛，大叫起来。阎王笑着说：“看你一毛不拔，怎么能做人呢？”寓言，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什么鬼，一毛不拔，没有做人的资格。